各位朋友，很多人以为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一卡，搞出个收费站，中国的货船就不得不乖乖绕远路，获得认栽付高价。亚洲能源供应链马上就要崩盘，油价99刀，直接把我们的经济给打趴下。可事实摆在这儿啊，中国货船硬是走通了安全走廊，中远海运甚至恢复了部分远东到海湾的订仓业务。油价暴涨，中国没有乱套，反而呢把主动权抓得更稳了。这波操作到底是谁在算计谁呢？今天呢我就来把这个事儿好好的分析一下，一层一层的看一下这个底层到底是怎么回事。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五人，感谢你的点赞留言和关注，你的举手之劳呢对我非常重要。咱们先把过去一周的时间线捋一下啊，别被那些什么标题党啊恨国党带了节奏了。3月25日前后，伊朗议会开始正式推动通行费法案， IRGC 呢通过中介要求过往船只提交 IMO 号码、货单、船员名单等全套资料，还得付清安全通行费，最高单船呢能够到200万美元，有些船直接用人民币结算。这不是小道消息啊，是劳埃德传记社和路透社根据船东和保险商反馈确认的。伊朗把拉拉克岛附近画出一条安全走廊，声称只要走这条线的非敌对船才能通过。结果呢，中国船只的动作最有看头了。3月25日左右，中远海运率先发布客户通知，恢复远东到阿联酋、沙特、巴林、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的集装箱订仓业务。这些航线呢，全部都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紧接着，一艘中国籍的 LPG 船 Lucky Gas 在3月26日成功通过拉拉克岛走廊，抵达阿曼索哈尔港。这是战争中第2艘中国籍液化气船走通。另一边，3月27日，两艘中远海运超大型集装箱货船 CSCL India Ocean 和 CSCL Arctic Ocean 尝试出班，走到拉拉克岛附近掉头返回。这不是伊朗硬拦，而是双方还在谈具体的通行条件。中国谈判团队已经在跟伊朗对接更多的货船指引了。根据航运追踪数据显示啊，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行量从战前 90% 锐减到只剩 5% 到 10%， 但中国船的通过率明显高于欧美船东。油价这边就更直观了， WTI 原油从3月24日的低点一路拉升啊，到了 99.64 美元一桶，单日涨幅超过 5.46%。 布伦特石油也一度站回了100刀的上方。原因就很简单啊，伊朗把海峡收费站化了，直接把全球 20% 的原油和 LNG 运输通道的定价权握在手里了。市场预期封锁如果拖到6月，亚洲年度化肥和能源进口量可能下滑 30% 到 50%。 但你注意到数据的细节啊，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加上俄罗斯中东替代路线，实际冲击远没有欧洲和日本那么大。这条时间线不是孤立的，它直接暴露了伊朗的真实牌面。表面上卡脖子，实际上想把主动控制包装成收费生意，同时又不敢彻底关死，因为自己的出口也卡在那儿了。咱们把逻辑推理给拆开啊，看看各方真实的战略意图是怎么样的。先说说伊朗这招收费战，听起来很硬气，实际上是典型的杠杆博弈。他把霍尔木兹从自由航道变成付费走廊，要求船东提交全套资料给 IRGC 的公关中介，本质上是把军事威慑转化成经济收入。这里有一个矛盾点啊，大众总觉得伊朗能够完全封锁海峡，把亚洲卡死，但数据上显示了他自己先把自己套进去了。伊朗每天出口石油和 LNG 的收入占财政的大头，彻底关死呢等于自杀，所以才搞出非敌对船只付费通过这种折中的方案。付人民币的船越来越多，这不就是伊朗在用实际行动承认中国作为最大买家，谈判筹码比美国航母编队还管用吗？中国这边呢，应对模型更加清晰了，外交部和航运企业同步操作，一边公开否认预警船现身的传闻，保持低调，一边呢让中远航运恢复订仓，同时让 LPG 船先试水成功。要知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2025年进口依赖度超过 70%，
但我们呢有庞大的战略储备、多元化的来源，加上人民币结算呢比例持续上升，直接把伊朗的收费变成了中伊边境的交易一部分。伊朗收了费，还得保证中国船的安全通过，这就等于伊朗把信用抵押给了中国稳定的供应链。你想想，特朗普在那边喊着最后通牒，还要炸电站，伊朗却优先给中国船开绿灯，这不正好说明了军事施压的边际效用在下降，而经济杠杆在上升吗？咱们再把视野拓宽一下啊，看一看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对全球经济到底有多大的冲击。这不是局部能源事件，而是通过能源价格、航运成本、原材料链条这3条路径同时传导给全球的每一个角落。WTI 冲到将近100美元，布伦特破了100美元，全球能源成本直接抬高了 5% 到 8%。欧洲和日本这2个纯进口大户最先出血，他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分别在 40% 和 60% 以上，高油价直接把制造业电费、物流成本推上去了。德国化工企业和日本汽车供应链已经在喊成本失控了。IMF 的模型显示啊，如果封锁持续到6月，全球 GDP 增速可能会被拖累 0.5 至 0.8个百分点。这还是保守估计啊，因为它没有把航运的保险溢价算进去。全球 20% 的石油和 LNG 被卡住，船东为了规避风险，把保费直接拉高了 50% 到 80%。苏伊士运河和好望角绕行路线运力瞬间爆满啊！集装箱运价从亚洲到欧洲已经比战前涨了 25%。这还没算完，化肥、氨气等这些工业原料也跟着遭殃了。波斯湾国家贡献了全球尿素出口 45%， 氨出口 30%。海峡一封，东南亚尿素价格直接从490美元一吨跳到了750美元，涨幅超过了 40%。菲律宾氮肥进口依赖度极高，本土产能几乎为零。26年、27年玉米和水稻施肥窗口已经打开了， BMI 报告直接点名它为区域暴露度最高的国家。泰国库存支撑到8月见底，你柬埔寨和缅甸100%靠出口，小农经济占比高，价格一涨就直接减施肥。印尼、马来西亚、越南虽然有国内氨肥产能缓冲 80% 以上，但磷肥还是高度依赖进口，橡胶、棕榈油这些出口拳头产品也要跟着掉产量。全球经济链条就是这样被一环一环的拉紧。食品价格的传导最快，东南亚稻米产区施肥率下降 10% 到 20%， 单季产量可能下滑 5% 到 15%。 泰国和越南出口减少，国际米价就会被推高。中国作为大米进口国呢，进口成本上升 3% 到 5%，直接传导到国内 CPI 和猪饲料价格。发达国家那边更麻烦，高油价把通胀预期又点燃了，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的降息节奏被迫放缓，债券收益率上行，股市科技股承压，国防股和能源股也逆势走强。投资者把油价当成避险信号，但实际波动率拉高了杠杆平仓的风险。这里还有一个矛盾点，表面上看呢，全球经济都在为99刀油价而买单，但受益者和受害者的分层非常清晰。俄罗斯4月1日禁止汽油出口，手握着天然气和化肥产能，高油价高肥两头收割。伊朗虽然短期财政压力大，但收费战带来的收入至少能缓冲一部分。欧洲、日本、印度这些高度依赖进口国财政赤字扩大，制造业竞争力下滑。相比之下，中国因为战略储备、产业链完整和人民币结算优势，把冲击控制在可接受的区间，反而把高油价转化成了能源伙伴的外汇收入增加和战略依赖度加深。全球供应链越乱，中国作为最大的稳定器的位置就越突出。这波封锁呢，本质上就是把能源武器化，但也把全球经济脆弱性暴露得一干二净。谁的缓冲参数强，谁就能把危机变成战略红利。博弈策略推演到这儿就更有意思。伊朗的真实意图是把海峡主权从国际公约变成伊朗说了算的新常态，用收费换取谈判价码，同时呢，避免彻底官司导致国内经济崩盘。中国则是用精准破局回应，不跟美国一样派航母硬闯，而是通过外交、航运企业和人民币支付
三管齐下，把收费站变成中伊务实合作的案例。美以那边呢，特朗普一再拖延最后通牒，航母在附近晃悠，结果着火还得大修，结果中国的船最后先过来了。这说明什么？军事威慑在现代供应链的战争里，边际成本已经越来越高，而中国这种低成本高韧性的打法正在把规则往自己那边，正在把规则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硬拉。接着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在这场博弈里的优势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到底有多稳。霍尔木兹海峡本质上是能源供应链地缘的三维较量，中国在这三条线上参数都占有。首先是能源安全参数，我们不光有储备，还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从原油进口到成品油出口，再到化肥、氨气上游原料的自给能力都在逐步上升。伊朗收费再高，中国也能通过谈判把成本控制在可接受的区间，同时把人民币结算比例再抬高一层，这等于把部分石油定价权从美元体系中给抠出来了。其次是供应链韧性参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啊，亚洲供应链的稳定器。东南亚国家缺化肥、缺能源的时候，中国作为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选择性的仅出口保国内，同时对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关键节点上进行有条件的网开一面，这样呢就能在区域影响力上又拉高一档。菲律宾农业部公开承认中方不限制出口，但这不是简单的贸易往来哦，而是中国用经济牌换取南海缓冲的精准操作。相比之下呢，美国和欧洲供应链脆弱就暴露无遗了，他们依赖中东的石油，却拿不出来替代方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油价吃掉通胀空间。最后是全球影响力参数，中国在这场危机里的定位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主动规则塑造者。伊朗想通过收费站重塑海峡主权，中国用实际行动和谈判把这个规则变成了中伊双赢的范例。中国因为产能和市场规模，天然站在了平衡点有利的位置。这波操作直接把脱钩神话又打了一次脸。全球供应链越乱，中国作为大稳定器的位置就越突出。朋友们，你们想想看，这不正是大国博弈真实模样吗？不靠喊口号，靠的是真本事和主动权。这个事儿看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也挺解气啊？中国没跟别人硬碰，却把最难的牌打成了自己的优势。朋友们，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伊朗这个收费站还能撑多久？中国下一步该如何继续平衡国内能源保障和区域影响力呢？是加大人民币结算比例，还是在南海同步加强巡航？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的真实看法。好了，本期视频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五人，感谢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